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的1月3日晚间18点17分啊，在这里呢继续为大家讲解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第一部分也叫西游战法。那么上堂课当中我们讲了一个 GME， 也叫游戏驿站在游戏驿站21年1月份的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并且呢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翻了30倍接着的30倍背后呢，行情出现了一个嘎空的行情。这个嘎字呢是一个车字旁加一个勾念嘎嘎空就是碾压了所有的空头被迫在拉升过程当中被迫平仓的过程，它要买进化成基粉然后买进这个现货，买进这个股票，最终呢推动市场走出了一个单边的极端的快速的拉升过程同时呢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然后呢今天我要说的就是在数字货币市场当中同样有这样的案例特别是像一些土狗币那我们今天说一下就是这个道指自拉这是在21年10月份21年10月份突然上涨的一个币种当时呢我是在重庆和朋友吃饭我有一个朋友他买了20万的在底部位置开盘之后就买了20万人民币的这个道指自拉，买了之后一路上涨，当天正好是10月29日这一天然后我们约在那个在重庆的一个非常好的饭店那个饭店打开这个饭店的窗户就能看到外面的荷花池，非常漂亮的一个饭店吃饭的时候他说他持有这个币种，并且呢他的20万人民币的仓位呢已经变成了接近1500万当时我拿出这个 K 线一看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它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组，第一根呢是悟空阳线，那第二根呢是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悟空上涨西游的一个判断。悟空阳线出来之后走八戒阳线，走沙僧阳线，我们当天晚上看到的就是这个唐僧阳线，涨势非常凶猛，甚至过了12点之后还在上行，它的仓位呢从1000万变成了人民币1500万。在这样的上涨过程当中，我就是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你要在今天晚上出掉1/3的仓位，并且呢这1/3仓位永远不要回头，如果你回头了很可能就会被埋到里面，你的所有的利润都将惨受损失那么给他建议之后同时呢我也给出了他这个 K 线西游战法的这个观点就是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非常容易出现见顶动作但是你要知道人心都是非常贪婪的他的仓位从20万人民币很少的20万人民币涨到1000万以上之后这个人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整个人就废了这个状态。然后呢他还是因为我反复说了很多遍跟他说了几遍，在当天晚上他还是把这个仓位呢出了一部分套现了一部分，出了几百万那行情呢就开始急转直下在当天出现了一个回调，出现了一个下跌，他感觉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然后他把这个仓位呢又重新补充了进去。然后我们看到道指自拉这种土狗币呢到后面的行情当中几乎归零几乎归零，但是呢他还是赚了一些赚了个几十万，赚了几十万之后然后他又冲了很多其他的土狗币但是呢在其他的币种当中惨受损失最后呢几乎没有赚到什么钱他的本金没受到什么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这些这个仓位1500万这个高点没有及时的抛出甚至呢是抛出了之后又把这个仓位重新买回来，没有听我的建议不要回头的这个建议又买了回来所以呢惨受损失。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数字货币在短期内出现非常大的暴涨之后出现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这个动作之后，一定是一个卖点
啊，一定是一个卖点啊，它的回调速度是非常快的，回调的幅度呢是非常惊人的。但是呢，在数字货币市场当中啊，也有很多币啊出现了这种月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这种月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呢，往前推啊，它在其中啊，在这个上涨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啊，在周线级别上涨之前呢，也会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啊，也会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怎样把握这种行情呢？啊，我认为你要看长做短啊，把这个时间级别啊做一些切换。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啊，Luna C 啊，它的这轮行情呢，在前面的行情当中啊，走出了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阳线动作啊，这是在20年的11月30日啊，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标志性的周线级别阳线走出来之后，我们要通过 K 线西游战法把它理解成一个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呢是一个启动的信号，那么后面很多 K 线呢，把它合并到悟空阳线当中，构成一个悟空阳线组。那再往上推呢，就是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它形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然后再往上走呢，周线级别第二轮的上涨西游啊，构成了一个悟空阳线、新的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两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宣告了啊，这轮 Luna C 的行情啊，短时间内啊见顶，见顶之后呢，它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调整到位之后，重新走两轮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啊，到达一个阶段性的点位。那么最终呢，它的高点是在$120附近。那$120啊，这个位置，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周期切换到月线级别。那在月线级别这里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啊，它的上涨过程在月线级别上也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然后走了第二轮。那么它的整轮的上涨呢，是两轮月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构成的。我们看到这个威力是非常大的，从底部位置上涨到高点啊，两轮月线级别上涨西游涨了404倍啊，涨幅非常巨大啊。但是呢，黑天鹅事件呢，导致啊 Luna C 快速归零。那归零之后呢，我们认为 Luna C 目前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浪子回头币啊。浪子回头币呢，往往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币啊，变成一个非常差的币之后，它的很多好的消息都构成对于这种币的利好。对于这种币的利好，那么我在1月1日啊，也就是元旦节这天，跟我会员群朋友说啊，Luna C 还可以继续进入啊，进入的点位呢，大概是在0.00015附近啊，因为这个位置呢，在15分钟级别啊，我们这里讲一个均线的理念啊，这个位置呢，在15分钟级别发生了一定的突破。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均线呢，调出来这个5日均线、10日均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然后两一组，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一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一组。那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作为操作线，那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作为观察线。操作线突破观察线之后只做多不做空，操作线跌破观察线之后啊，对于现货你可以做止损，对于合约来说就是一个你做空的一个点位和一个形态。那么在 Luna C 1月1日，我对会员群朋友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啊，我就找到了啊，因为 Luna C 我经常看啊，它是一个我非常关注的浪子回头币种啊，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啊，就是1月1日早上醒来之后啊，7、8点钟我就看到了啊，发生了一定的突破，并且呢，这个144这个5日均线和10日均线站上了啊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 ，K 线本身呢这个价格本身这个 K 线本身也站上了我们的观察线系统，那么这样呢就是一个多头的信号，多头信号产生之后进场布局一定的仓位，布局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级别切换到小日线上来
切换到小日线上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切换到小日线之后呢，它的上方阻力在0.00015这个位置，然后发生突破之后，我们再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切换4小时级别也发生了一定突破那么我们就把时间级别切换到日线级别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上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位是在0.00019这个位置。那么日线级别这个阻力位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的一个目标位。所以呢，你通过把这个时间级别切换之后用到我们的操纵线和观察线之后，你就有一个止损的位置，你就有一个止盈的位置，你就有目标位了。把这个观察周期带入之后，你就能构成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对 K 线的一个思考我们知道上堂课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波浪理论。那波浪理论为什么我们总出错呢原因就是在这个波浪理论当中它的思考模式比如说这个5浪上涨3浪下跌，它的这个思考模式是一个线性的思维，每一浪呢都是构成一条线。那线呢是由2点构成的2点构成一条线，它是一个一维的思维但是我们把这个均线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15分钟级别均线的突破，那均线是什么概念呢？均线呢就是每天的收盘价除以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50日均线就除以这个5天它的一个平均价格算出平均价格。那么均线就是一个稍微二维的一个思考方式因为它集合了每天收盘价之后的一个平均的价格它是一个相对二维的一个思考方式。那在均线的基础上，我们再带入这个时间级别这个思考方式呢就升维到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思考方式。那么你用3维的思考方式去碾压这个1维的5浪战法，那肯定是更容易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利那么我们很多小伙伴在行情当中不赚钱的原因，它是一个0维的思维。什么是0维的思维呢？那0维思维就是一个点状的思维。比如说当前价格呢是0.000159上涨之后获利之后你恐高对吧很着急的会把这个你筹码卖出去。那如果下跌的时候你恐惧，你不敢去补仓所以呢0维思维让你永远处在一个无论行情怎样波动都会非常恐惧的非常担心自己仓位受到损失的一个状态就是对于现货行情你没有办法持有很长时间你也不知道自己的仓位怎样控制，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把这个 K 线修战法第一部分和我刚才说的这个均线的这个非常简单的运用方式去学习一下。那学习了之后呢，你的思维模式会成长到2维会成长到3维脱离你之前大部分散户的0维思维模式也突破了波浪理论千人千浪万人万浪的这种1维的思维模式成长到更高阶的2、3维的思考模式这样呢，你在行情当中不至于过分被动。还有就是一个代币叫 Mask 今天有所启动这个我在会员群没说，但是我一直在关注关注的原因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也出现了一定的突破在15分钟级别我们看可以和 Luna C 做对比的去看首先呢15分钟级别我们看到了5日均线10日均线作为操纵线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突破之后它是一个进场的时间点。进场之后呢，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到小日线级别看到了它继续再突破，小日线级别也同时发生了突破。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周期切换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均线大的时间周期观察均线呢144均线和169均线，它是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证明整体趋势是在下行目前是一个反弹的行情。那么在这里面就有两个
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啊，我们可以看到啊，2.5美金到2.6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呢，是目前的一个压力位。那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发生突破，并且站上2.6美金之后，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日线级别啊，它的这个均线系统是一个支撑性的系统啊，就是底部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均线啊形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呢，我们认为的是在日线级别上啊。对于马斯克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那么它的阻力位呢，是我们刚才用4小时级别观察到了啊，4小时级别阻力位是在2.6到2.7美金这个附近，所以呢，对于马斯克啊这种代币来说，你目前价位进场的话，止损位设置在2.0附近，也就是当前行情日线级别的144和169这个区间上，然后行情可能会有一定的上涨啊，因为目前我们的操纵线，日线级别的操纵线啊，这个50均线和10均线是在144均线和169均线上方的啊，因此呢，我们判断啊，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上涨趋势啊，可能会有一定的上涨动能啊，目前呢还可以持有一段时间。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啊，最近几天啊，1号到3号啊，这个元旦节期间啊。美股是不开盘的啊，美股昨天也没有开盘啊，我们看一下道指昨天也没有开盘啊，那今天晚上可能会开盘啊，今天晚上10:30开盘之后呢，会对比特币的行情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没有开盘的这段时间啊，一般来说比特币的价格波动不会很大啊，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这个热点代币啊会有所动作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 Luna和 Mask 啊。都有一定的上涨动作，但是今天开盘之后啊，美股开盘之后，如果出现下跌，那比特币的价格啊有可能会继续下探啊。我们在前面分析当中说了，比特币正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啊，我们要观察的是位置啊，这个位置和趋势非常重要。首先呢，我们看到啊，144均线和169均线啊，它是一个下行的趋势。那么在这个11月8日这一天。比特币出现了一个乌空阴线，10月9日出现8阶阴线，啊，当前所有的 K 线呢，11月9日啊到现在1月3日，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一个干扰性的 K 线，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干扰性 K 线，因为它在8阶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啊，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当中啊，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动作。啊，有了悟空阴线之后，有8阶阴线组，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就可能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所以呢，美股开盘啊，对现在的数字货币市场啊影响会非常大。那如果出现比特币的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甚至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因为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啊，悟空阴线已经走出来了啊，就很可能带崩整个数字货币市场。那对于目前的啊，Mask 也好 ，Luna C 也好，虽然在反弹过程当中啊，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啊，美股开盘啊，它有可能重新打下来啊，因此呢，当前控制你的仓位啊，对于山寨币也好，对于现货的比特币和以太坊也好啊，都是要设置止损，控制仓位啊，把握机会，但是在把握机会的同时，更多的是要注意风险。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